和白月光偷尝禁果后，我直接丢了6年记忆，一睁眼竟然多了个老婆，还附赠一个娃。姑爷，您醒了。啊，啥姑爷？我还没结婚呢，你们怕不是认错人了吧？顾大小姐爱惨了姑爷，可姑爷从前对她多冷啊，连孩子都不待见。这次顾总在国外出差，一听姑爷出车祸，当场撂下会议，飞了10几个小时赶回来，时差都没到。如今又被姑爷亲口否认关系，心里得有多难受啊！姑爷，检查结果出来了，您的记忆停留在6年前。6年前？那不就是昨天吗？昨天我才刚跟追了3年的校花表白成功啊，一觉回来就结婚了。小朋友，你是来找人的吗？爸爸不认识我了，可是爸爸第一次这么温柔跟我说话耶，我好想凑过去啊！我去，这不就是缩小版的校花吗？难不成我老婆就是念念？你是不会说话吗？这孩子咋回事啊？看得我心都化了。啊，这不就是顾念念吗？跟高中那会儿一模一样的眉眼，就是比以前冷了好多，也成熟了好多，100%就是她。昨天才刚答应我的顾念念，6年后的她。6年前什么都还没发生呢，阿晨还不讨厌我，那时候他心里只有我。爸爸妈妈是不是又要吵架了？念念，你是6年后的念念，咱俩真结婚了。那这小家伙真是咱俩的宝宝？爸爸居然喊我宝宝耶！我也是爸爸的宝宝。宝宝真乖，不过这孩子咋不能说话呢？回头得问问念念。不是，这合理吗？这还是那个性格恶劣的姑爷，好像6年前那个正常的姑爷又回来了。我是6年前被老爷子派到顾总身边的，那年顾总才18岁。那时候啊，他们是真的甜，知道有了宝宝，姑爷高兴的不行。后来生了宝宝，2人也领了证，可领证之后，姑爷突然就变了个人，对顾总冷眼相待，对小小姐不管不顾，甚至在大学里喜欢上了别的女人。今天这个姑爷跟6年前一模一样，该不会这才是真的？这5年那个反倒是假的吧？顾总，所以姑爷是真失忆了？让你查姑爷出车祸的事，查到了吗？和林默默有关。林默默就是那个姑爷在大学时爱上的女人。念念2天了，一次都没来，好歹我也是她老公吧，真的太狠心了。还好宝宝放学了会来陪我。还有个事儿特奇怪，我出车祸住院，爸妈没来，姐也没来，连好兄弟都没露面，跟众叛亲离了似的。以前我有点啥事儿，爸妈都心疼的不行啊，手指破个皮，我妈都急得给我吹半天。不对劲，太不对劲了，还有好多事儿等着我搞明白。医生，让我出院吧，再待下去真要发霉了。抱歉，姑爷，得等顾总发话。那你打电话跟他说，我要见他。这，姑爷，顾总在外城出差。我不信，你跟顾念念说，要是再不来见我，我就再也不理他了。念念这个人啊，从高中开始就这样，白天上课，晚上兼职，回家还要照顾生病的婆婆。她吃的又少，人瘦的跟纸片似的，特别辛苦，看着就心疼。我们家虽说不是大富大贵，但在临城也算小康，吃的用的爸妈都给我和姐姐最好的，所以我那时候经常带念念来我家吃晚饭，要不就给她带饭带零食，想方设法让她多吃点。顾念念，你把这个芝士蛋糕吃了，不吃我就不理你了。顾念念，我妈做了炸酥丸子，这一盒都是你的，要记得吃完，吃不完我就不理你了。每次念念听到不理你了这句话，都会乖乖把东西吃光，希望这次也管用。姑爷，你车祸那晚，顾大小姐连夜坐飞机赶回来的，还丢了几千万的单子。见你没事之后，又飞去国外继续谈合作了。这才刚落地机场，你就威胁顾大小姐让她过来，你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40分钟的车程压缩到半小时，要是路上出车祸了怎么办？医生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在旁边，我听到那头说，姑爷说顾大小姐再不过来，他就再也不理她了。我清清楚楚看见了顾大小姐眼底那一瞬的慌，快去医院！顾大小姐那么爱姑爷，姑爷要是不理她，那不是要了她的命吗？
明明失忆之后开始有正常人的样子了，怎么又无理取闹呢？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们是真的在出差，我以为出差是骗我的，是你在躲我的借口。对不起。我有生之年居然能在姑爷嘴里听到这么有礼貌的话，是我太心急了，姑爷抱歉。没事的，是我的错啊，还好你们路上没出事，麻烦你了，杨柱。顾念念，对不起，我只是太想见到你了。你都不知道我这2天有多无聊，没有手机，不能和任何人联系，脑袋上都要长草了。雪花香，这个味道是6年前的阿晨才会用的。抱歉，是我没有考虑周到。哪里是顾大小姐没考虑周到啊？凌晨住院这2天，顾念念怕凌晨无聊，专门给电视充了各种追剧 APP 的会员，还安排了护工过来陪她说话，明摆着就是故意没给手机，怕的就是姑爷又跟林默默联系上。没关系啊，你干嘛要道歉？你这么忙，我不应该打扰你。就是觉得没有手机，我都不能跟你聊天了。他说的每一句都在为顾念念着想，怪不得顾念念这么爱凌晨。6年前这么开朗、这么爱顾念念的男人，谁能抵抗得住啊？阿晨想要手机，是为了和我聊天吗？难道不是想跟林默默联系？念念，我想出院可以吗？这里真的很无聊，你舍得让你帅气的老公在这里无聊死吗？我从小到大，亲戚同学就没停过夸我长得好看。追念念那会儿，我可自信了。顾念念，我长这么好看，你就一点都不心动吗？顾念念，你美我帅，咱俩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阿晨已经好久没有跟我有肢体接触了。阿晨，你知道的，我对你的任何要求都会同意，我拒绝不了你。那就让杨柱准备出院手续吧。念念，我就知道你最好了。他僵住了，跟当初刚追他的时候一模一样。那时候只要我一靠近他，念念就会僵着身子，竖起一道防火墙专门防我。后来我不懈努力，念念终于卸下心里那堵墙，开始接受我。那之后哪怕我碰他，他也不会这么僵了。凌晨啊凌晨，你这几年到底做了什么，把人家又逼回起点了？6年前的姑爷可真猛啊，难怪顾念念把持不住。还不快去！啊，好的，顾总，我这就去办出院手续。顾念念，你是不是干了见不得人的勾当？有钱买这么贵的车？这2天我在病房看电视，多少了解了点2026年的行情，倒也不算完全跟社会脱节，但这车怎么也得好几百万吧？姑爷，我们顾大小姐是正经商人，做的都是合法的。那你这几年很辛苦吧？从当初一无所有做成现在这样，肯定受了很多苦，是不是？辛苦了。不辛苦，我当初努力工作，就是为了阿晨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只要阿晨开心，我就一点也不辛苦。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房子。顾念念，买这么大的房子，你得多累啊！念念，这房子你得赚多少年才买得起啊？姑爷，顾大小姐其实是顾家遗世在外的长孙女。这栋房子是顾老爷子在大小姐小时候买给她的，后来改造成了婚房。金氏第一家族，顾家。我在电视上看到过，顾家是百年望族，金氏排名第1。顾氏集团在新总裁带领下，业务更上一层楼。这个新总裁就是念念。顾念念，你真厉害。那可不，这位好不容易找回的顾家长女能力出众，公司净利润翻了10几个点，一度做到国内企业第1。你不回家吗？公司有事。怎么顾大小姐就回4个字，也太冷淡了。姑爷，顾大小姐刚从国外谈完单子回来，还需要跟公司对接，进行下一步规划。好吧，那你们路上小心，要记得给我买新手机啊！顾大小姐，你怎么不问姑爷，车祸前是不是真的要和林默默私奔？几天前我调查到，姑爷出车祸那晚是为了和林默默私奔，路上司机开太快，这才出了意外。他失忆了，能问出个什么？对了，姑爷失忆了，一时间不知道该不该庆幸姑爷出了车祸，至少让他们岌岌可危的感情有了破冰的迹象。也不知道好不容易让自己置身事外的顾大小姐，这次又要陷进去多深。
姑爷，你终于回来了！我还以为你这一走就再也不回来了。你是谁啊？姑爷，你不认识我了？我前2天出车祸失忆了，只记得6年前的事。啊，大小姐瞒得真严，家里一点消息都没收到。姑爷是跟林嬷嬷那个女人私奔，路上出了车祸。跟林嬷嬷私奔？林嬷嬷是谁？3天前您收拾好行李就要走，我怎么拦都拦不住。再说我也不敢拦。那时候您说这里跟监狱一样，太让我窒息了。今晚我要去找林嬷嬷，都别拦着我。姑爷是真的把这几年忘得一干二净了呀。我是4年前姑爷搬来庄园时，老爷子派来管家的。这4年，姑爷您像变了个人，对大小姐的态度相当恶劣，每天呼来喝去，只要一见到大小姐就开始呵斥指责，就连出生不久的小姐也漠不关心。姑爷，你没事吧？是不是头疼了？都怪我讲太多了。我没事，谢谢何叔。这4年，姑爷对我挑三拣四，现在他居然跟我说谢谢，这有什么好谢的？大小姐对我很好，一开始姑爷也是很好的人，对我友善尊敬，可一夜之间就变了个性格，我都怀疑姑爷是不是有双重人格。姑爷，你有没有想过，恢复记忆后又变回之前那个样子？我是不是被鬼上身了？何叔嘴里这个人绝对不可能是我。我这么爱念念，怎么可能出轨？更不可能对孩子冷言冷语。不管什么时候恢复记忆，我都不会让自己变回那样。算了，想不通就先不想了。现在好好弥补念念和小鱼吧。不会的，何叔你放心。都这个点了，我去后厨看看晚餐准备的怎么样了。姑爷，您先好好休息，一会儿大小姐和小小姐就该回来了。姑爷，这是您的快递。谢谢。怎么了？没什么，姑爷，那我先下去了。我刚刚没听错吧？姑爷跟我说谢谢，真是百年难得一见。之前姑爷没事就鸡蛋里挑骨头，现在居然这么有礼貌，见了鬼了！全是今年的新款，应该是念念买的。这泥成真肉麻！我当初追念念的时候，也就逗她的时候叫过念念妹妹。我要杜绝一切让念念伤心的事情。这个不认识，估计是同学或者同事吧。顾念念帮我请假了。念念这么贴心，我那碎了屏的手机就放在病房桌上，她不可能没看见。她是不是不想让我跟林嬷嬷联系，才故意不给我准备新手机？难怪，也是，换谁都会这么做。爸呢？妈呢？姐呢？少杰呢？怎么一个都没有？何叔说我跟家里人闹掰了？不会吧？全被我拉黑了？逆天啊！我这4年不会是个脑残吧？当时您也林嬷嬷在一起，您的父亲、母亲还有大小姐都极力劝阻，连您那个发小也上门来劝过好几次，但您跟中了邪一样，觉得所有人都在阻止您奔向爱情，直接扬言要跟家里断绝关系。我姐把我拉黑了，一条都不回我。童少杰呢？他把我删了。还好我记得他电话号码。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sorry。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何叔，能借我你手机用一下吗？你好，哪位？喂，没人说话，我挂了啊。谁这么无聊，玩这种恶作剧？别挂，少杰是我，林晨。我最近……凌晨，你有病啊！你到底要干嘛？童少杰，你这什么态度？凌晨，你有病就去看病！你都因为林嬷嬷那个女的跟我断绝关系了，你管我什么态度？咋的？被人甩了？我前2天出车祸失忆了。哦，关我屁事！和我有什么关系？童少杰，我现在只有高中毕业前的记忆。今天何叔跟我讲了近4年发生的事，还有2年记忆一片空白。刚才给我爸妈发消息没回我，我姐把我拉黑了，只有你的电话打通了。童少杰，我现在需要你。什么？你丢了6年记忆？千真万确。少杰，我们见面聊聊。我现在特别想知道这6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怎么会变成何叔说的那个样子？行，等我一会儿下班，我们约个茶馆。一会儿不行，一会儿念念和小鱼就到家了，我想先陪陪他们。我真是个小丑。不过凌晨听上去真不记得了，这几年他什么时候会在家等老婆孩子？你可真行。这样，明天周6
咱俩明天再约。行，那就明天。你记得通过一下我的好友申请。宝宝，你回来了。爸爸好温柔，爸爸真好。这孩子就因为我帮他拿了个书包，就开心成这样。念念，怎么了？没怎么。顾大小姐肯定是吃醋了，以为姑爷喊的宝宝是在叫她呢。姑爷，大小姐，可以开饭了。全是我喜欢吃的。宝宝，尝尝这个螃蟹肉，超级好吃。小鱼海鲜过敏。对不起，我不知道，我是真不知道小鱼海鲜过敏。也不对，关于小鱼我一无所知。小鱼海鲜过敏，为什么餐桌上会有海鲜？你当初说你最喜欢吃海鲜，要求每顿饭都必须有。我告诉你小鱼海鲜过敏，你说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甚至威胁何叔，如果没有海鲜，就把它开掉。宝宝，对不起，是爸爸的错。爸爸向你保证，以后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这些话我是故意的，倒要看他什么反应。他脸上没有恶意，全是对小鱼的愧疚。小鱼没事的，小鱼永远不会怪爸爸。念念，我会对你们好的。吃饭吧。现在的念念肯定不信任我，对我防备心很重，可能比高中时候那堵防火墙还要高还要厚，但我一定会追回她的。都8点多了，念念还在加班。念念，我可以进来吗？什么事？我给你热了杯牛奶，趁热喝了吧。这次又加了什么进去？阿晨这次装都不装了吗？知道我拿了项目，就端杯下了药的牛奶过来，让我喝完晕过去，好溜进我书房窃取商业机密，拿给林默默那个女人。什么都没加，就是一杯牛奶啊！我就是觉得你太辛苦了。进来吧。真气派啊，比我老爸的书房大了2倍不止。念念，虽然不知道你说的往牛奶里加东西是什么时候的事，但你应该知道，高中时候的我不是那样的人。以后伤害你和小鱼的事，我不会再做了。我们以后好好过日子，你说好不好呀，宝宝？你刚刚叫我什么？宝宝，你不喜欢吗？哼，小鱼傍晚到家的时候，我喊了他宝宝。你是不是以为我在喊你？不是，我就知道你会否认，嘴上说不是，心里指不定乐开花了。我不反驳你，你说不是就不是吧？谁让我宠你呢？念念，你和小鱼都是我的宝宝，知道了吗？念念，我现在知道了自己为什么出的车祸。以念念现在能力，查出车祸原因一点都不难，可她到现在都没主动提过这件事。如果不说清楚，这件事就会像根刺一样扎在我俩心里，会变成一个永远跨不过去的鸿沟。所以呢，阿晨，你是来笑话我的吗？我就像个傻子一样，你给我一个笑脸，我就乐呵呵的主动凑上去。不是的，念念，我没有移情别恋。我也不知道那时候的我怎么突然会喜欢上另一个人，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件事情就非常荒谬。我爱了顾念念5年，却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喜欢上了别人。念念，自始至终我喜欢的只有你。这几年的怪异，我会调查清楚。阿晨，我还能相信你吗？顾念念，24岁的凌晨你可以不相信，但18岁的凌晨永远不会骗你，知道了吗？顾念念，我一觉睡醒就变成这样了，你还这样对我，我多委屈啊！哦，我知道错了。念念，已经很晚了，去休息吧。你现在是顾家大小姐了，不用这么辛苦。可是我想让阿晨做自己想做的事啊。他这么拼，全都是为了我。顾念念，你现在已经很厉害了，不用这么辛苦，身体会吃不消的。秀恩啊，顾念念，我在夸你。念念，我想跟宝宝单独聊聊。放心，我不会像前几年那样对他的，我就是想单独和小鱼说说话。宝宝，是爸爸。太小了。宝宝在看什么呀？时间简史，我18岁都没敢碰的书，4岁的小鱼居然看得下去。念念的基因果然强大，高中那会儿连续3年年级第一，各种奖拿到手软，直接被京师第1学府提前录取。宝宝真棒。宝宝，过来让爸爸抱抱。他在怕我。下午何叔说，我以前对小鱼冷言冷语不爱搭理，去找林默默的时候，
把小鱼一个人扔在婴儿房，他哭得撕心裂肺都不管，甚至还会动手推他。宝宝，爸爸知道错了，爸爸以前对宝宝不好，以后再也不会了。宝宝，对不起，宝宝，爸爸跟你道歉。爸爸抱我了，这是爸爸第一次抱我，这就是爸爸的怀抱啊！怎么了，宝宝？爸爸弄疼你了吗？肯定是我这几年对小鱼说了过分的话，他才会这样想。小鱼，你是爸爸妈妈的宝贝，爸爸怎么会嫌弃你呢？你能不能告诉爸爸，以前爸爸对你说过什么话？爸爸以前对我说过好多不好听的话，说出来爸爸会不会不开心呀？小鱼想到什么就写什么，爸爸不会发脾气的。爸爸以前说小鱼就不该出生，我耽误爸爸和别人在一起，爸爸还嫌弃我是个哑巴，连话都不会说。好了，宝宝，都是爸爸不对，我不是一个好爸爸。宝宝，你知道吗？爸爸高中就幻想过和妈妈有一个宝宝，爸爸非常非常期待你的到来，所以你是爸爸妈妈独一无二的宝贝，是上天送给爸爸最珍贵的礼物。爸爸的怀抱好温暖啊！所以宝宝可不可以答应爸爸一件事，把爸爸以前说的那些难听的话全都忘掉，只要记住一句就好。小鱼是爸爸最爱的宝宝，宝宝真乖。时间不早了，宝宝快去睡觉吧。希望跟小鱼说完这些，他能慢慢打开心扉，不再害怕我，慢慢接受我。爸爸刚刚不是让你乖乖睡觉吗？小鱼今天开心吗？可以告诉妈妈为什么这么开心吗？因为今天爸爸对小鱼很好，给我夹菜、擦嘴，还抱我，喊我宝宝，还说小鱼是上天给爸爸妈妈的礼物，是爸爸最爱的宝宝。我第一次见到这样温柔的爸爸。那你喜欢今天的爸爸吗？小鱼虽然不会说话，但他很聪明。他跟我一样，也害怕今天的阿晨，只是昙花一现，再一次离开我们。小鱼乖，妈妈会想办法不让今天的爸爸离开我们。念念还没回来，我是有多喜欢这女的啊，连聊天记录都要截图收藏。等等，这聊天记录大部分是我在说话呀，我发几十条，对面才不耐烦的回一两句。偶尔主动找我，也是在套话，想从我这儿知道念念工作上的消息。我怎么可能会喜欢这么个目中无人的女人啊？没有念念漂亮，没有念念身材好，没有念念家世好，我到底看上她啥了？我住院2天没理他，他才主动发了条消息问我去哪儿了。凌晨，你什么意思？3天前约好机场私奔，你为什么没出现？我在机场等了你整整1天，害人家白白吹了1晚上冷风。我这几天给你打电话不接，发消息不回，给我玩失踪是吧？行，你有种你别后悔，我这就拉黑你。我简直要被他这傲慢的语气整吐了。滚！地球爆炸我都不会跟你在一起，用不着你拉黑，我这就给你删了。啊，清爽了。凌晨居然把我删了，好，真是好得很，删我好友是吧？凌晨你别后悔。收藏箱里几乎全是跟林默默的聊天截图，就没别的了吗？这个看着像工作上的，这个人是我这几年认识的新同事吗？算了，先留着吧，万一有用呢。念念怎么还没回来？这是什么狗屎备注？这绝对不是我能干出来的事！我不管你是谁，赶紧从我身上下来！你胆敢用我的身体欺负念念和小鱼，小心我找大师打你个魂飞魄散！念念，你怎么还不回卧室睡觉？我睡客卧，我们分房睡很久了。分房？都是夫妻了，怎么能分房睡？你怎么来了？来找你睡觉啊。凌晨和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亲密了。我们现在是夫妻，睡一张床不是天经地义的吗？阿晨，你别这样。念念，你好香啊！
被念念的体香包裹住了。我现在觉得自己太幸福了。我真不喜欢那个主卧，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味道。一想到我在那个主卧里喜欢了另一个女人4年，就浑身不舒服。阿晨，你说什么？念念，我们把主卧重新装修一下吧。里面的东西能卖就卖，不能卖就全扔掉，我都不喜欢。等收拾好了，我们搬回去住。好，我明天告诉何叔。念念，太晚了，你快躺下，我们该睡觉了。我去洗澡，你先睡。念念，念念，晚安。这一觉睡到9点半，前几天还在为高考，天天12点睡5点起，现在睡到自然醒，太幸福了。阿晨，我去公司啦，主卧装修已经交代何叔了，有事给我打电话。好的，老公收到，爱你老婆。刚讲完手下那个项目出了差错，顾总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说？不会要开除我吧？不行，我上有老下有小，还有32年房贷没缴啊！好的，老公收到，爱你老婆。阿晨喊我老婆哎，他还说爱我哎。没事了，顾总现在心情好，有救了。顾总，那位设计负责人临时违约跳槽，是不是需要再聘请一位？接下来交给你负责就好。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我知道了，顾总。以往项目出了差错，顾总哪次这样轻拿轻放过？这点小事都办不好，漏洞百出。我出高薪聘请你们，是让你们来解决问题的。你们现在这样，纯粹是浪费资源。这种基础问题都能犯错，对得起你们的工资吗？再犯这种小错，自己去申请离职。这4年顾总也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天天发脾气，情绪阴晴不定。今天倒是格外好说话。刚才顾总看手机时备注写的凌晨，我还偷见一句爱你念念，难怪顾总心情变好了。看来不管这4年关系怎么差，顾叶在顾小姐姐心里的位置永远不会变啊。小鱼不在。顾叶，您起来了，大小姐吩咐，早餐做了您爱吃的瘦肉粥，我给您端过来。何叔，小鱼呢？怎么没看到她？小小姐每周6都会去心理医生那儿接受心理辅导。心理医生？是啊，姑爷，小小姐其实不是天生就不会说话的，她1岁左右刚会讲话，第1句喊的是爸爸，第2句喊的是妈妈。后来什么？其实我心底已经有了答案。小小姐是3岁才开始不说话的。我们调查的时候调了监控，发现你有好多次把小小姐一个人关在杂物间里，然后自顾自地走了。那也是顾大小姐第1次对你那般动情。然后呢？当时的我说什么？您当时跟顾大小姐说，让她跟您离婚，不然您会一直对小鱼不好。当时的顾大小姐像要碎了一样。2年过去了，那个场景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姑爷，顾大小姐爱惨了您，对小鱼也是。她不想失去您，也不想失去小鱼，她没办法，只好妥协，让我们下人多留意小鱼。可是我们是下人，怎么敢忤逆您呢？好几次您对小鱼不好，还警告我们不许告诉顾大小姐。我们也是有心无力。姑爷，您没事吧？要不要帮您叫家庭医生过来？我不会真被鬼上身了吧？他跟我什么仇什么怨？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我没事，谢谢何叔。那你跟我说说这个心理医生是什么情况？一开始顾大小姐给小小姐找了好几个私人心理医生，但都没有效果。后来有一位叫倪承泽的心理医生主动求职，他不光辅导小小姐，还带着几个富家的少爷千金一起。听他说，上午把孩子们聚在一起玩，下午再单独辅导，效果更好。上次顾大小姐送小小姐过去的时候，进诊所了解了一下，您要是有兴趣，也可以去看看。先去见少姐，该了解的事不能再拖了。6年，我到底经历了什么？少姐，这儿，我一眼就认出你了。我和少姐打小就认识，从幼儿园到高中都在一个班，无话不谈，是关系最铁的哥们儿。穿得干干净净的，跟过去几年那骚包形象一点都不一样，倒真像18岁会穿的衣服。难道18岁的凌晨真回来了？我靠，你小子现在这么帅了！凌晨，
我们已经绝交了。别啊，童少君，我错了，我真错了。你真失忆了。我对天发誓，有一句假话天打雷劈。我现在就记得，咱俩高考结束约好去撸串。行吧，看在你现在18岁的面子上，先原谅你。我们为什么会绝交？我俩穿一条开裆裤长大的交情，还能绝交？还不是因为你的好默默，还有那个叫什么思明的。思明，会不会是通讯录里备注苏思明的那个人？6年前高考结束，你和顾念念在一起了，同时你们也收到了录取通知书。顾念念高考成绩第1名，被媒体大肆报道。顾家通过新闻发现，顾念念是他们家走失多年的长孙女，就接她回家认祖归宗了。那年暑假末，高3班长办了个同学聚会，你喝多了之后嘛，就跟顾念念开启了人类造娃工程。顾念念怀孕了，上大学1个月后才发现的，你俩都慌了，不知道怎么办，就跟家里坦白了。顾家倒没什么意见，你姐把你揍了一顿。两家人看你俩都想留下孩子，就决定先休学1年。你俩搬进婚房，生了小鱼，领了证，打算毕业再办婚礼。可就在某一天，你突然就变了，爱上了大学和顾念念同班的林默默，同是设计专业的苏思明，也是那时候认识的。我劝了你好多次，别跟林默默搅在一起，但你根本听不进去，觉得我在阻拦你拥抱爱情。后来我俩越走越远，直到你主动提出绝交，从那之后就再也没联系了。我操，你说的这个蠢货是我。我和顾念念当时还想，你是不是婚后抑郁了，整个人性情大变。一开始我们还能让着你，但你后来越来越离谱，跟个精神病似的。有一次你为了林默默，给顾念念牛奶里放了安眠药，趁她睡着之后，溜进她书房拷贝了电脑里的文件，拿给了林默默，让顾氏集团损失了好几个亿。顾念念是真爱你，这都能接受，我是受不了了。难怪昨晚我给念念送牛奶，她那么警惕，原来是有前车之鉴。少杰，对不住，我错了。现在的你又不是之前的你，不需要道歉。我就知道咱俩是铁哥们儿，你怎么可能真不理我了？不过我这几年的气不能白受，你小子得补偿我。行，你说你想要啥？不行，哪天咱俩去商场溜达溜达。先说好啊，别使劲宰我可没钱。你不会不知道你老婆多有钱吧？她可是顾氏第1继承人，现在又是总裁，你好意思跟我哭穷？嗨，我这不是失忆了吗？我哪知道自己有没有钱？你等我回去和念念聊聊。行，可不能敷衍我啊！想当初你和顾念念能在一起，有我1半功劳，花你俩点钱不过分吧？对了，少杰，你知道我爸妈和我姐现在什么情况啊？我联系不上他们。你爸妈也是被你气急了，当初你俩都领完证了，已经是合法夫妻了，你突然说爱上林默默要离婚，顾念念不同意，你就跑回家跟你爸妈讲。他们以为你俩闹矛盾了，一问才知道是你在作孽，他们就加倍对顾念念和小鱼好。你看他们这样，就开始对他们恶语相向，后来干脆不联系了。你已经好几年没回去看过他们了。这种大逆不道的事，居然是我干的。少杰，你说我是不是被鬼附身了？你说呢？当初你变了个人之后，顾念念带你辗转各大医院，每个医生都说你没问题，真的就差找道士驱鬼了。不行，我得回去看看我爸妈。回啥呀？你当初来京市上大学，再加上顾念念怀孕，叔叔阿姨直接把工作转到京市了，说没事的时候照顾你们也方便。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原谅我。不去试试怎么知道？放心吧，这几年我有去看望过叔叔阿姨，他们每次都跟我打听你的情况，看得出来他们很想你。谢谢。谁啊？来了。这声音熟悉又陌生，不再是记忆里那么洪亮了，多了几分岁月的沉淀。爸，是我林晨。老婆，你快出来，儿子回来了。老公说阿晨回来了，可是阿晨已经3年没来看我们了，怎么会突然回来？阿晨，你还回来干什么？我们家可没有你这个狼心狗肺的儿子。爸妈，我前2天出车祸了。车祸？去医院检查了没？医生怎么说？有没有
妈，我没事，就是失忆了。我现在只记得18岁高中毕业前的事。爸妈，对不起，我做错了好多事，让你们伤心了。你这孩子，要是没有失忆，是不是就这么狠心，一辈子都不来看我们了？要是没失忆的话，那个侵占我身体的人铁定会一直做坏事。这话肯定不能说出口，先说两句好听的哄一下妈妈。怎么可能？你们可是我最重要的人。6年了，人生哪有那么多6年？以后一定要好好陪在爸妈身边。你小子就这张嘴甜。你去给淼淼发消息，让他回家一趟。阿晨回来这么大的事儿，得让他知道。行，我这就给他发。妈，你在做午饭吗？什么菜？我好久没吃到你做的小鸡炖蘑菇了。知道了，马上给你做。一开始爸说林回家了，我是真不信，还真是这凌晨。明明几天前04秒才20岁，现在都已经26了。姐，你傻了？滚蛋，你才傻了！还失忆，只记得6年前的事儿。我看你怎么不车祸后回炉重造。果然，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我姐的嘴依旧这么毒。妈，你看我姐回来就找事儿。你俩都给我老实点，小心我揍你们！妈，你就惯着他吧。哼，小心他改天又犯病。哎，世上只有妈妈好。你小子真的回来了？是啊，我回来了。你是不是想我了？想个屁！那你跟顾念念关系好点了没？记得凌晨高中的时候就追人家姑娘，屁颠屁颠的跟在人家后面跑。人家顾念念高一就跟了你，你可千万别辜负了人家。什么叫顾念念高一就跟了我？那时候我还没追到她呢。我记得你那时候软磨硬泡了很久，她才同意跟你回家吃饭。是啊，我追了她一整个学期，下学期好说歹说，她才同意跟我回家吃晚饭。当时顾念念家里只有一个婆婆抚养她，她受的真让人心疼。小姑娘防备心那么重，能跟你回家吃饭，肯定鼓起了很大的勇气，打心里就认定了你。妈妈看人很准的，不然当初也不会同意你们在一起。认定我？不会吧，不会吧，不会那时候念念也喜欢我吧？顾念念对我和你妈很好。想当初我们家在临城虽然生活富足，但想在京市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买房肯定不可能。现在这房子是念念给我们准备的，让我们在京市有个落脚的地方。是啊，你这几年不回家，是念念经常回来看我们，给我们带礼物，把我们当亲生父母对待。顾念念满心满眼都是你，你可千万别辜负人家。当时顾念念还拦着我说不怪你，她还说认准了你会跟你一直在一起。顾念念是真爱惨了你，这几年也是真的对你不离不弃。其实最开始知道凌晨喜欢顾念念的时候，我是反对的，她家太穷了，还有个婆婆以后要赡养。没想到高中一毕业，顾念念成了京市顾家的长孙女，比我们家高太多了。当时还害怕她成了顾家千金后就不珍惜眼前人了。念念真的很好啊，我知道的，我那么喜欢念念，一定会对她好的。念念，你怎么来了？阿晨刚刚说喜欢我，这句话我已经4年没听到了。刚才那话，顾念念是不是听见了？哎呀，念念来了，怎么不提前告诉我？我好做几个你喜欢吃的。我今天早上去了趟公司，中午就想着来看看你们。你看看你，说好回家不用带东西，又带这么多。上一次拿的茶叶我们都还没喝完呢，下次再带我可不让你进门哦。知道了妈。每次念念都说知道了，但每次还是带东西过来。爸妈，你们就收下吧，这也是念念的一番心意。念念，我跟你说，我妈做的小鸡炖蘑菇可好吃了，还有辣子鸡、红烧狮子头都超级好吃，你快尝尝。你老婆都来家里吃过多少次了？嗨，我这不是不记得了吗？阿晨，我的碗都要装不下了，你也多吃点。好嘞，顾念念你真好。好了，吃你俩的狗粮都要吃饱了。他这下是真的失忆了。这小子高一遇到顾念念的时候，也是这么一副不值钱的样。
林晨回来了，你看。念念，这个给妈妈。好。姐，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你猜？老师、设计师、律师都不对。不猜了，不猜了。一如既往的笨。我开了家餐厅。你才笨！我高中虽然爱玩，但该读书的时候还是会好好读的。再加上有年级第1的顾念念辅导功课，顺利考上了京大的设计专业，那可是我喜欢的专业。不过说到工作，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是做什么的。现在24岁，大学毕业1年，应该也工作了吧？等晚上回家问问念念。姐，我能去你餐厅蹭饭吗？当然可以，欢迎你来。哎呀，念念是要走了吗？要去医生那边接小鱼。小鱼心里有问题的事，我们都知道。刚出生的小鱼粉雕玉琢，太可爱了。那么乖巧懂事的外孙女，现在不能开口讲话，想想就心疼。我和你一起去。好。那行，你们路上小心点儿。念念，下次有时间带小鱼一起过来，我们想她了。好，等下次我带她一起。等下，喏，给外甥女的礼物，帮我带给她。你以为谁小时候跟你一样那么爱玩芭比娃娃？你可别耽误我外孙女了。就是，小鱼她晚上还看《时间简史》呢。什么？时间简史？小鱼小年纪真了不得。不愧是你看上的女人，把咱家平均智商都给拉高一大截。我不是那个意思。你说谁智商低呢？淼淼，你再说一遍。还说我笨，自己还不是口不择言的笨蛋。路上慢点啊。我的城堡画完了，我们一起涂色吧。我觉得可以。小鱼，你画完后自己涂一下颜色。这是画的什么呀？白云。白云为什么是黑色的呀？我……那你看这黑色旁边要不要加一点你喜欢的颜色？比如蓝色，就像你心里藏着的小小心愿。小鱼，你画的是谁呀？让我猜猜，这个中间的是你，旁边的是你妈妈。这个男人应该不是你爸爸吧？毕竟因为他你才不会讲话，对不对？没想到他爸爸对他这么差，小姑娘还这么维护他。念念，这个医生的治疗有效果吗？怎么感觉小鱼刚刚不太开心？小鱼确实比1年前开朗了一些，不过比不上这2天的开心。是爸爸。我辅导小鱼2年了，这还是第一次看到他和别人这么亲近。不过他俩怎么突然这么亲了？你就是小鱼的爸爸，我还是第一次见你来接小鱼。这话是在说我这2年从来没管过小鱼吧？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这人对我有股敌意。谢谢你对我家小鱼的照顾。应该的，我是小鱼的心理医生，照顾他是我的本职工作。辛苦你医生。哪里的话，我很喜欢小鱼，很可爱。我追了顾念念3年，怎么可能看不出来？这男人也喜欢念念。那我们先走了，医生。宝宝快看，这是爸爸的姐姐给宝宝买的礼物，喜欢吗？喜欢。小鱼喜欢爸爸，也喜欢姑姑。从心理中心出来之后，凌晨好像心情不太好，为什么呢？爸爸，我今天好开心。为什么？因为今天是爸爸第一次接我回家。以前是爸爸不好，忽略了宝宝。爸爸向你保证，以后会好好爱护宝宝的。宝宝，已经8点半了，回房间睡觉吧。怎么了？睡觉就看不到爸爸了。宝宝是不是不想跟爸爸分开？那今晚小鱼跟爸爸妈妈一起睡好不好？一起睡？和爸爸妈妈一起睡，可以吗？当然可以。小鱼是爸爸妈妈的宝贝，爸爸希望小鱼以后可以勇敢说出自己想要的东西。
走，爸爸先送你回房间洗漱。念念，没什么，就是想叫叫你。我高中的时候就喜欢这样，有事没事叫他的名字。顾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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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乖啊！顾念念，你好厉害啊！顾念念，你真棒！人家顾念念高一就跟了你。念念，你是不是高一的时候就喜欢我了？阿晨，其实你不知道，在很久很久以前，我就喜欢上你了。我就说嘛，我长得这么帅，脾气性格又好，顾念念怎么可能不心动？虽然那时候顾念念看上去很高冷，一副不为所动的样子，不过也能理解，她当时生活清苦。我就知道。那我先去洗澡了。阿晨，今天去接小鱼的时候，你不开心吗？已经没事了。为什么会不开心呢？因为我觉得那个男医生对你有好感，他对我的态度很奇怪，我不喜欢他。阿晨，抱歉，我只当他是小鱼的心理医生，没有其他想法。我知道的，我现在已经没事喽。念念太耀眼了，有人喜欢他很正常。高中那会儿也有不少同学喜欢他，我总不能天天乱吃肥醋吧。以后有什么不舒服的，我会直接说出来。我们是夫妻，不能有误会，好吗？老婆，小琴，我去洗澡了，忘了跟你说，我答应了宝宝今晚跟我们一起睡，我洗完去接他过来。昨晚本来想问顾念念我现在做什么工作的，结果和宝宝一起睡着给忘了。今天是你请假最后一天，明天记得按时打卡上班。有重要客人来合作，这是客人的设计要求，你今天好好看一下。我是做设计类工作的。星轨，这可是我小时候就听说过的最有名的设计公司啊，也是我一直的奋斗目标。我一个小小本科生，何德何能？没想到霸占我身体的那个家伙还算有点良心，能让我在这儿上班。何叔，姑爷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就是没想到我竟然在小时候梦想的公司上班，太开心了。姑爷，您不知道的是，小鱼生下来你们回去读大一的时候，您性子就变了，执意要转专业，非得跟那个林默默一个专业。后来是顾念念逼着您读，说要是不读就断您零花钱，您才没换。夸早了，这个真是一点人事都不干。顾念念是不是早就发现了不是我，才拼命阻止当时的行为？顾大小姐当初对林晨一向有求必应，唯独这件事第一次发了火。顾爷毕业后也不肯从事设计行业，这家公司的老板是大小姐的朋友，这才让您入了职。好家伙，原来还是走后门进去的。还有，念念对我也太好了吧？顾爷，您去厨房做什么？我打算给顾念念做顿爱心午餐，好好感谢她这几年对我的陪伴和支持。顾爷，您会做饭吗？这个我还真不会。没关系，我可以现学现做。何叔，你找人教我做一下糖醋排骨，顾念念最喜欢吃酸甜口的。真气派啊！这好像还是我第一次来这儿。你好，这位先生，请问需要什么帮助吗？我找顾念念。这不就是顾大小姐接任总裁那天贴在公司公告栏上那张照片里的男人吗？当时公司还多了条规定，见到他就要像见到总裁一样对待。没想到今天见到真人了，你是总裁的老公，难怪这么眼熟。是的，我是你们顾总的老公，不过你是怎么知道的？是这样的，我们当初还以为是假的呢，毕竟您一次都没出现过，没想到您本人比照片上还帅。我这几年做了那么多出格的事，顾念念还是坚定地告诉全世界，她的爱人是我。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我也告诉你一个小秘密，是我追的他哦。高中追了他3年，他才好不容易点头答应，我们很相爱。我了个豆，原来总裁不是单相思啊！顾爷当初追了总裁3年，我
我得把这个消息告诉所有人。林默默，没有顾大小姐的允许，你不能进去。我是凌晨喜欢的人，你们敢拦我，小心我跟凌晨告状，到时候你们顾念念爱情没了，可不能怪我。杨娇，让她进来。看到没有，顾念念都只是我的手下败将，你不过一个小小助理，也敢拦我？这次林默默肯定又借着凌晨的关系对顾大小姐冷嘲热讽，估计又要从顾大小姐手里拿走项目。我记得之前有一次，林默默看上了城西的一块地，那块地早就被顾大小姐拿下了，她当时直接威胁大小姐，不给她就怂恿姑爷和顾大小姐离婚。我到现在都记得顾大小姐当时的眼神，清冷的眼底全是碎掉的光，平静底下全是无人可见的荒芜，最后还是妥协同意了。顾念念，你对凌晨做了什么？明明2天前我们说好要私奔，他现在突然不理我了。你想带我老公私奔，问过我了吗？问你这个透明人吗？我和阿晨是真心相爱，你不过是死缠烂打，霸占他老婆位置的那个人。顾念念，不被爱的人才是小三。原来你也没有看上去那么平静啊。这样吧，听说你前几天拿到了8000万的项目，不如你把它给我，我就帮你跟阿晨说说好话，让他多跟你讲几句话，省得你这么伤心。不知道为什么凌晨突然对我冷淡了，但这一定跟顾念念脱不了干系。不过这正好是个机会，得趁现在多捞点好处。当初在京大上学，突然多了一个叫凌晨的追求者，我对他当时一点感觉都没有，不让亲不让摸，还不如苏思明呢。只是没想到凌晨居然有老婆，老婆还是顾氏集团的继承人。后来我就开始慢慢给他点甜头，让他对我言听计从。再通过他从顾念念那儿拿到不少好项目。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跟阿晨私奔吗？就是因为你不答应把这个项目给我。顾念念，这次你再拒绝的话，可就别怪我真的把凌晨带走，让你一辈子也见不着他。毕竟凌晨这么爱我，肯定愿意跟我走。赶紧的，难不成你真想让我跟阿晨说，让你们离婚？好，我让杨助理交接。这才对嘛。交接个屁！林默默，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碰顾念念？姑爷说林默默算什么东西？以往姑爷哪次不是对林默默有求必应，毕恭毕敬？果然还是失忆后的姑爷霸气。我把念念当宝一样宠了3年，林默默居然敢这样对她，今天是我亲耳听到，那前几年呢？是不是比这更过分？阿晨，你这话什么意思？这就是让念念和小鱼受尽委屈的女人，脑子不好就去治，字面意思都听不懂。就你也配我老婆？凌晨，你什么意思？是你自己说喜欢我的，现在跟我玩欲擒故纵。上次你拉黑我的事，我还没跟你计较呢。难道凌晨真的是在欲擒故纵？这几天都是假装对顾念念好，好从顾大小姐这边拿到更多有价值的东西。毕竟以往凌晨只要给顾念念一点甜头，顾念念什么都答应。你算什么东西？需要我欲擒故纵？我只在追我老婆的时候对我老婆欲擒故纵过。你一个靠男人吃饭的废物，哪来的脸觉得我会看上你？你们给我等着！还有，不是不被爱的才是小三，是我得了精神病才纠缠你，现在病好了，你什么都不是。在我心里，顾念念是我爱的人，她才不是小三。还有你，干嘛要同意他的无理要求？之前我追你，你理都不理我，不是很硬气吗？你这么拼命才拿到的项目，对你来说肯定很重要。既然这么重要，干嘛要答应他？你是要气死我吗？项目没你重要，我不敢赌，不敢赌阿晨是不是真的不在乎林嬷嬷。我害怕不答应林嬷嬷，凌晨真的会跟他离开。姑爷，其实对顾氏集团来说，这些项目有很多。顾大小姐2年前接手公司后，规模逐渐扩大，但从1年前开始，林嬷嬷用您的名义从顾大小姐手里拿走了好几个大单，数不清的小单，而姑爷您也配合她一起对付顾大小姐。
顾家人因此对顾叶宁越来越不满。顾大小姐没办法，为了调解你们的关系，只能更努力拿下更多项目，向家里人证明凌晨宁其实并没有胳膊肘往外拐。顾家人是不是很严厉？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顾家的事，名门望族，家规森严，也不知道对顾念念好不好。顾家人很护犊子的，顾叶和大小姐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可喜欢您了。只是后来顾叶渐渐和他们淡了联系，我还是太委婉了。何止是淡了联系，当初知道凌晨那样对小鱼的时候，他们还扬言要顾大小姐跟凌晨离婚，但都被顾念念拒绝了。又是那个该死的在作祟！我好好的一个万人迷，现在变成了万人嫌。对不起，这几年是不是过得很艰难？只要有你在，我甘之如饴。顾念念，或许在你这里，我的感受最重要。同样，在我这里，你的感受也很重要。我不希望你为了我违背自己的本心。我想要你快乐。我的本心，凌晨就是底线。凌晨快乐，我就快乐。顾念念，我们是夫妻对吧？那念念，你来亲我。也许我们之前已经亲了无数次，但现在的我是第一次和念念接吻。好喜欢和顾念念接吻啊！已经4年没和凌晨接吻了，还是这样心动，好想把凌晨关起来，只属于我一个人。为了奖励你对我这么好，我亲自下厨给你做了午餐，有你最爱吃的糖醋排骨，还有干锅花菜，快尝尝好不好吃？我可是特地让厨房阿姨教我做的。怎么样，好吃吗？好吃。那我也尝尝本大厨的手艺。凌晨，你还是别吃了吧。好咸！怎么把糖醋排骨做成盐醋排骨了？估计是厨房阿姨有事出去，让我放4勺糖的时候，我放成盐了。这么咸的东西，你居然说好吃？阿晨做的都好吃。顾念念，你真傻。这个别吃了，太咸对身体不好。你吃其他的。顾念念，你吃饭的样子真好看。对了，念念，就是我没有 money。昨晚看了一下余额，5、6张银行卡凑起来刚好250，感觉自己的余额都在嘲讽我。可先说好了啊，我不是为了要钱才给你做饭的，就是我之前不是跟童少杰闹掰了吗？昨天跟他碰了个头，想补偿一下他。我的钱就是你的钱，我赚这么多钱，就是为了阿晨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实现自己的梦想。之前之所以没给他，是因为我觉得那不是阿晨。老婆，我爱你。黑卡，我操，我还是第一次见黑卡长啥样。我也是第一次，这卡真的能随便花。行，凌晨，你现在就是我大哥。少杰和我家条件差不多，大学毕业留在京市打拼，到现在还跟人合租。我前2天换个手机都犹豫了2天。今天全场消费，凌晨买单。得嘞。少杰，我想给宝宝买点东西。好啊，正好我也给我干闺女买点礼物。我这个干爸好久没见过小鱼了。小鱼那个兔子玩偶太破旧了，给他换个新的。凌晨先生，没想到你也在这里。倪医生你好，最近心理中心的5个小朋友表现都不错，奖励他们一些小礼物。心理中心5个小朋友，那不也有小鱼的？凌晨先生，这是给小鱼买的，叫我就连名带姓喊凌晨先生，叫小鱼就一股子亲昵。凌晨先生，你也知道小鱼有一个兔子玩偶吧？那个兔子玩偶是你送的。2年前我成为小鱼的心理医生，他每次被送过来都要带着他，他也不和别的小朋友玩，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抱着玩偶，直到最近才愿意和小朋友们一起画画。原来兔子玩偶是我送的，我对小鱼那么差，他却一直把它当宝贝。凌晨先生，兔子玩偶和你都是小鱼心里的一根刺，你对小鱼不好，这几年已经严重影响到他的生活，他好不容易把这根刺慢慢拔出来，你现在应该远离他，
这样才能更好的帮助他恢复。我作为他的父亲，陪在他身边，不应该更有利于他的治疗吗？您说的没错，父亲的陪伴对孩子至关重要。但你能保证一直对小鱼好吗？永远不会变回之前那个样子。那样的话，对小鱼的伤害是加倍。下一次，他再也不肯走出来了，怎么办？现在的我无疑深爱着顾念念，深爱着小鱼。但如果我恢复记忆，又对小鱼不好呢？小孩子的心怎么承受得住这种得到又失去的痛苦？对小鱼来说，那将是致命的打击。林晨先生，如果我是你，为了小鱼着想，我会离开这里，离开他的世界，这样就不会妨碍到小鱼的恢复进度了。离开小鱼，离开这里，离开顾念念。不，我做不到，也不可能做这样的事。不对，这不对劲。倪医生，你作为小鱼的心理医生，似乎并不乐意看到他跟他父亲关系好的样子。没想到会被他察觉。林晨先生，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建议你这样做。这是我的事，你只是小鱼的心理医生，无权过问我的行为。还有，我明确告诉你，我不会离开顾念念和小鱼。好险，差点被忽悠瘸了。不愧是心理医生，专挑我最薄弱的地方下手，还好反应及时。这个林晨出乎意料的难搞。我之前和顾念念的聊天都是关于小鱼的，也试过打听林晨的事，但顾念念没给过任何回应。原以为他俩没感情，生孩子也是迫不得已，想通过小鱼让他主动离开，没想到他不吃这一套。阿晨，你看我买了什么？倪医生，失陪。碰到了小鱼的医生，买了什么？不能操之过急，反正都等了2年了，何必急于一时？你呀，还是这么活力四射。顾爷，顾大小姐说今晚有个宴会，要晚一点才到家。好，我刚才收到她消息了。宝宝，爸爸回来喽，给你带了礼物，还有干爸的。我是你爸爸的朋友，童少杰，还记不记得干爸呀？小鱼真乖，这是给小鱼的礼物，小鱼喜欢吗？真想把小鱼抱回去自己养啊！这小家伙在等我的礼物呢。跟宝宝一模一的兔子，喜欢吗？兔子玩偶和你都是小鱼心里的一根刺。他说我和玩偶都是小鱼心里的刺，那把旧的换掉，说不定对小鱼有帮助。刚才他明明在报警，好像只是我的错觉。小鱼明明那么喜欢他，却还是乖乖松了手。你和兔子都是他心里的刺。这不是刺，这是他这几年里唯一抓得住的关于爸爸的一点点温暖。宝宝，这个不换，旧的也要，新的也要，都是宝宝的。你呀，以前到底是怎么狠得下心？我知道倪承泽的话不是没道理，可他不知道，就算记忆没回来，我骨子里的爱也从来没变过。我爱的是顾念念，疼的是小鱼，这一点不管示意多少次都不会改。回来了，累不累？宝宝怎么有2只小兔子啦？爸爸给宝宝买的。念念，倪承泽今天跟我说了一些话。他说了什么？他让我离开你们，说我会再次伤害小鱼。我想告诉你，我不会走，永远不会。阿晨，我不是不信你，我只是怕。我知道，我怕的东西跟你一样。我怕自己哪天突然变回那个混蛋，怕你们再受一点委屈。但我会牢牢守住现在的自己，就算记忆回来，我也不会再让你们受半分苦。我发誓。阿晨，我等你这句话等了4年。
凌晨先生，顾小姐，你们来了。倪医生，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说清楚，小鱼是我的女儿，念念是我的妻子，我不会离开他们。你作为心理医生，应该做的是帮助小鱼康复，而不是挑拨我们父女关系，更不是借着关心小鱼的名义行别的心思。林晨先生，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你懂，你喜欢顾念念，对吧？从第一次见面，你看她的眼神就藏不住。你看不惯我对她好，更看不惯我和小鱼亲近，所以才想把我赶走，对不对？我只是为了小鱼好，你无法保证永远不变。我能不能保证是我的事，但你没有资格替我做决定，更没有资格插手我的家庭。从今天起，小鱼的心理治疗我们会换一位医生。倪医生，多谢这2年对小鱼的照顾，后续费用我会让杨助理结清，以后不必再见了。宝宝，以后我们换个温柔的医生，好不好？阿晨，有你在真好。以后我一直都在。解决了倪承泽之后，我一直在查这几年我变了个人的真正原因，终于查清楚了，不是中邪，不是双重人格，是林默默和苏思明联手搞的鬼。他们在大学某次聚会的酒里下了药，那种药会长期影响情绪，让人变得偏执、易怒，判断力下降，再加上他们刻意挑拨和引导，我才会一步步鬼迷心窍，对顾念念和小鱼冷漠至极。那场车祸也根本不是意外，是林默默看我迟迟不跟他走，故意在我车上动了手脚，想制造意外，再把一切栽赃给顾念念。阿晨，你终于肯来找我了，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的。林默默，你和苏思明做的好事，自己看清楚。林晨，你别血口喷人！血口喷人，药的来源，你们篡改我车子刹车的监控，还有你威胁顾念念抢走项目的录音，全都在这里。你们觉得法院会信谁？不可能！你怎么会查到？你们作恶多端，迟早会暴露。你利用我伤害念念和小鱼，这笔账我们该好好算算了。你好，我要报警。阿晨，我是真心爱你的，你不能这样对我。真心？他的真心全是算计和恶毒。林默默，苏思明因多项罪名被依法判刑。阿晨，今天早点回来，小鱼说想你了。马上，老公准时到家。小兔子走呀走，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好了，宝宝，该睡觉了。爸，宝宝，你会叫爸爸了。4年了，小鱼终于开口说话了。这一声爸爸，比世界上任何声音都动听。爸爸，我要抱抱。阿晨，你的记忆有没有恢复一点？不重要。为什么？因为不管我记不记得过去，我都知道我爱你，爱小鱼，爱我们这个家。过去的错，我用一辈子弥补。未来的每一天，我都陪着你们，再也不分开。我曾弄丢了6年时光，错过了4年陪伴，让最爱的人受尽委屈。但从今以后，我不会再错过1分1秒。